大家好，我是 Hos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今天戴什么表呢？今天我要来到高雄的知名表店名人钟表，要来跟大家分享来自 Seiko ProSpec 新锐系列 Open Heart 表款，型号 SPB415 以及 SPB417。这是新锐系列第一次加入开心的设计，在盘面上打开了一扇小小的心窗，可以直接欣赏到机芯律动的节奏，感受金石楚人交织出的生命之美。可以说是新锐系列未来的新方向，也是对人脚切面设计一次更成熟的诠释。如果你喜欢细节精致又带点机械感的手表，这部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。依照惯例介绍手表前，优先诚挚的邀请你订阅 Host 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你的订阅是 Host 频道的最大动力，用订阅及分享影片来支持我们，能够激励我们不断发掘精彩的表款。期待你的加入，衷心感谢你的订阅。一直以来，我觉得新锐系列都有种低调但不容忽视的气质。它虽然不像鬼恋 Seiko 那样的闪耀夺目，但总是能在细节里藏着满满的惊喜。而最让我着迷不已的地方就是盘面，整个盘面上铺满了新锐系列经典的麻叶纹立体雕刻。每当光线洒落的时候，这些细致的纹理就会随着角度折射出不同层次的光芒，就像一张折纸在阳光中跳舞。既利落又富有温度，充满了浓厚的日本传统美学。接下来就是这表款最有戏剧张力的地方——开心设计。位于9点钟方向的小窗，轻轻打开了一个视野，可以窥见机芯擒纵律动，但又不会破坏整体盘面的对称与和谐。不像有些开心的设计只是为了开个洞而乱了节奏，这更像是优雅的在盘面轻轻的掀起一角，让机械生命的自然流露出来。更特别的是，在开心的窗口上还搭配了一圈镂空的金属格纹设计，这个细节呼应了整个盘面上的麻叶纹立体雕刻，巧妙的让机械感与日本传统工艺无缝融合，在视觉上完全不突兀，反而增添了盘面的丰富层次。我觉得这次的盘面颜色也很好看， SPB415 是淡雅的米白色，Seiko 称之为白练，灵感来自于日本未漂白的天然深丝，流露着温润柔和的光泽感。而 SPB417 则是深沉的靛蓝色，从中央透出蓝色渐层到外圈逐渐加深，像极了深夜中漆器特有的柔和光泽和光滑质感。近看这样的细节，真的会让人目不转睛。6点钟方向还有一个做工极细的24小时标记的小表盘，虽然它并不是显示第2时区，只是单纯的 AM 及 PM 指示，但细看那圈同心圆与放射状纹理，能发现 Seiko 依旧在小细节上毫不马虎。而这个小表盘也成为盘面上动静平衡的一部分。指针与时标方面，这次也做了很大的进化，全新的尖锐形态指挥指针，线条利落。中间的部分和时标的顶端涂有 Lumibrat 夜光涂料，时标则是带有棱角分明、立体雕模的楔形设计，在不同光线下能产生出鲜明的光影折射，既保有阅读性，也增添了盘面的立体层次感。即使在昏暗的环境中，夜光的表现依旧可靠。表壳尺寸是 10.2 毫米，但视觉呈现出的比想象中更大气、更稳重，完全打破了中尺寸的预定印象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原因出在这片镜面，因为这表款配备了 Seiko 的双曲面蓝宝石水晶镜面，这片镜面曲度刚好，恰如其分，而是带有一点优雅弧度的设计。因为双曲面的缘故，在光线照射下，能产生如高级玻璃窗般的微妙水波纹理，这是一般平面或盒形镜面无法给予的效果。另一个特殊的部分就是这种镜面会聚集并放大周围的所有光线，所以转动的时候镜面会产生一种闪闪发亮的效果。而且镜面内侧特别加了防眩光镀膜，即使在强烈阳光或室内直射灯光下，也能确保精致盘面的细节清晰可见。而表壳也正是新锐系列的设计语言，表壳正面大面积使用细致的法丝纹处理，锐利的切面轮廓几何感很强，线条中却有一种克制的对称感。壳体边缘转角处则以亮面抛光收边，这种光影变化在转动手腕时，也会随着角度而闪烁出层次分明的光芒，用眼睛就能够感受到那种从边角延伸出来的剑气。
就像是刀剑锋刃划过金属表面的痕迹。表冠位置设在3点钟方向，大小适中，边缘设有精细的防滑齿痕。仔细看，表冠头顶还刻上了 Seiko 的 logo， 手感扎实，旋转时有轻微的阻尼感。这款表带的质感我非常喜欢，从中央抛光、两侧法丝纹到链接边角的细腻收边，整体佩戴感舒适，视觉上也不会太宽。加上折叠表扣，按压手感扎实。虽然微调段数不多，但日常调整已经非常实用了。打开表扣可以看到 Seiko 细致的内层洗消处理。更棒的是，这表款是透背底盖的设计，能够欣赏到机芯运作的情形。这次 Seiko 还放上了一个金色的自动陀，没有浮夸装饰，却有着一种干净的美感。机芯的节奏在光线中缓缓流动，看久了会有一种令人安心的感觉。底盖周围还刻上系列名称以及100米的防水性能。这表款搭载的是 Seiko 新推出的 6R5J 机芯，有着72小时长动力储存，搭配着自动上链与锁上链功能，锁时误差控制在日误差正25到负15秒内，兼顾实用性与稳定性，是款专为开心设计而调整的新型机芯，没有动力储存，没有日期，也没有小秒针，只有清楚的大3针与核心寸的摆轮开窗，而这样的设计在使用上更直觉，也让盘面更加干净。表盒尺寸是 10.2 毫米，表到表耳是 17.4 毫米，佩戴在我8英寸的腕围上是很棒的尺寸，只要是6英寸以上的腕围都能完美驾驭。表耳从壳体自然下斜非常贴手，从壳体延伸出去的角度刚刚好，不会太直也不会太弯。表耳到表耳的距离控制得不错，即使手腕偏细也不会显得悬挂，出手腕则是有刚刚好的厚实感。表带边角做得柔和，戴起来几乎没有割手感。微弯的设计让佩戴时可以贴紧手腕，不同面向的抛光与拉丝交错，让光线在手腕上自然的流动。我很喜欢这种低调的光泽，呈现的是一种稳重却不臃肿的比例。开心的位置设计得恰到好处，没有过度侵占盘面空间，却能适度的让你感受到机械表跳动的生命感，成熟又稳重，也更大气。不论是正式服装还是休闲穿搭，都能很轻松融入。接下来谈谈价格的部分，这2款定价都是41000元。我觉得以这样的设计，这样的工艺 ，Seiko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。尽管机芯中没有过多装饰，却瑕不掩瑜。在这样的定价带中，能够拥有如此细腻的盘面、舒适的佩戴感，确实值得赞赏。而这就是开心表的价值，不一定是来自技术突破，而是来自那种微妙的美学拿捏，赋予机械感却不喧宾夺主。这种恰到好处的平衡，才是真正让人爱不释手的魅力所在。以上是对 Seiko Plus Bay 新锐开心表的介绍，喜欢这表款的朋友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别忘了订阅 Host 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认识更多值得关注的好表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 Host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